林先生，32岁，来自吉林，工人，有请林先生。女嘉宾王女士，31岁，同样来自吉林，个体，来，有请王女士，有请两位。欢迎两位啊！你说他是个孩子？对。好，多大的孩子？孩子也分年龄段啊，这个学龄前儿童，小学的、初中的、高中的、大学的啊，他是哪个阶段的孩子？他也就算初中的。那正好是青春期叛逆的这个时期，很叛逆吗？特别不听话。你看看，所以咱们找准了就好办了。有孩子没孩子？有。孩子多大？9岁。男孩女孩？男孩。男孩。一个妈妈带2个儿子，累不累？特别累啊！一个青春期，一个小学的，来说吧，说吧。成天的就知道玩啊，然后黑天白天不着家，打电话就敷衍你，一会儿回来一会儿回来，答应的倒是挺痛快的，就是不实行，他不回来呀。我特别着急，问他在哪儿还不说。最严重的是我儿子4岁的时候，夏天高烧了嘛，我就给他打电话，因为我再能干也是能力有限嘛，我邀他回来把我孩子送到医院去。就打电话，我说你赶紧回来吧，孩子高烧了，30多度了，这高烧特别严重，不像别的病可以拖延哈，高烧可以烧出肺炎什么的，我就急忙给他打电话，他接了，行，一会儿我马上就回去。对面传来就是唱歌的迪厅的那种感觉哈，他答应了，我就撂了在家先等他吧。过了很长时间，1个小时之后，他还没回来，我继续打电话。他还是这边话，就是不回来。然后我特别着急，心疼我的孩子。正好那天还刮风下雨，我就是实在没办法了，背着自己的孩子去医院给孩子就医。但是孩子小啊，他又不配合那个医生打针，那孩子哭的呀。当时我的眼泪也是哗哗的啊。现在想起来都特别的心酸。干嘛去了？去 KTV 了。不是儿子生病干嘛不回来呢？当时他自己在家，我寻思能整不，然后我就没着急回来。然后跟同学聚会，那能整自己孩子生病也得去看呢。我跟同学聚会嘛，然后我们刚到那不长时间，然后那个我也寻思刚去要走的话也不好，然后我就没着急回来。同学聚会重要还是给孩子看病重要？因为我这人就比较喜欢在 KTV 的感觉。直到晚上了，我已经带着孩子回家了，他还没回来，直到半夜的时候才回来。回来本应该正常的，他应该打听孩子好了吗？这都没问，倒头就睡呀。我这心呢，这是拔凉拔凉的。就是你那个不在乎我的话，你应该问问你儿子是不是？回家了，我看你们都睡着了，所以我也没打扰你们，怕你们生气嘛。经常就是泡吧，也就是半个月15天，然后还不准我问说都谁，不准我说他。我要说了急眼了，那15天他也不回来了。你本身你小心眼儿，然后我要说上 KTV 跟谁去，你回来你就一顿发牢骚，然后又生气又开始发脾气，所以说我也不敢说。就是你不回家的结论是因为你怕他说你，所以你不回家是吧？对。那你干嘛1个月按你夫人的说法有15天在外面啊？基本上一般时候就是朋友，有时候朋友在一起吃饭了喝酒了，完然后嘎就去 KTV 了，然后一去 KTV 也就不想那么多了，就把所有事都忘了家里的还有忘了家什么样了？那你咋过来的呢？这么多年，我就自己坚持自己扛。那你儿子认这爹吗？这儿子基本不见爹吗？等于认吗？不怎么太亲，不怎么没法亲。早上见不着嘛，你送去上学对吧？接也是你接，功课是你管，对，陪着玩都是你。对，那这个爹有和没有一样啊？那也不行啊。其实大人倒没什么，但是孩子有时候他也会问，也会找。对，找啥呀？那你怎么说呀？就是妈，我要找我爸，我爸呢？你怎么说 ？KTV 呢？他都不怎么说，那你就说你爸爸工作忙。我也不总在 KTV， 再说我也不总在 KTV， 我有时候就平时的时候去，就是去的时候，那就是闲的时候，干活的时候我不也干活吗？对呀，这你再不正常干活还得了了吗？这个钱都交给家里吗？
那倒是交给我，但是钱都给我了，但是必须得存起来，花的时候必须得问他。哎呀，我就是现在就是说出来都挺自卑的，就是花的每一分钱都得朝他要，他同意了我才能去花，他要不同意，你工作吗？因为我不挣钱呢，我就服从他啊，听他的。你不挣钱啊？对，我10年都没有工作过吗？就在家带孩子。全职太太啊，这个我假设啊，就是不排除一种可能，就实在也过不下去了，再让你工作，你找得着工作吗？你还愿意去工作吗？愿意去工作，我现在就想出去工作，就不想。老是想出去自己就是找活干活打工去啊。然后现在他就是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嘛，咱俩掉个了。你对我的方式就是，我感觉你就一种报复我的心理。什么叫掉个？什么叫报复？就现在他就报复我，就是跟我以前怎么对他，他也怎么对我。那他现在怎么对你啊？他也出去唱歌是吧？他现在对我的方式就是洗衣服、做饭、打扫卫生都得由我去做。然后呢？然后晚上经常回来晚，不睡觉。谁回来的晚？他就出去玩啊，喝酒去。喝酒。回来的特别晚。然后我都睡着了，睡着了之后你就回来晚了，你就别叫我了，还得让我帮他又渴了，我得整点水，饿了我得给做点饭。然后你刚睡着又给你整醒了，陪你上厕所。你说你这一天你让不让我明天还干活呢？我怎么？这段时间持续了多久？得有个1年多了吧。1年多了。现在他就不像以前了跟以前那完全两样了。主要是他对我的要求太严了嘛，我就想自力更生，想要出去打工什么的。你现在出去打工了？你打工，你现在咱们就一县城，你能挣多少钱？一个女人能挣多少钱？如果我挣100，我就花100；挣1000，我就花1000。我问问你，这么出去，孩子谁管啊？孩子不管了，有时我在家我自己看着，有时放在别人家。他现在不行，非常懒，现在什么都不干一天在家我就是像大爷似的然后有一次我出去干活，干了也就10天8天的活吧，回来之后。我一到家看他也没在家，然后我打电话我说问他我在干什么去了，他说去他妈家串门，然后我就自己做饭吗？我做饭，做完饭之后我上碗架柜去找碗，那不得吃饭吗？一找碗，这碗都没了，20、30个碗，我这碗怎么吃饭？这人把碗还吃了，我就给他打电话问我说那个这碗都给我放哪儿？他说他放床底。我说碗放床底下。然后我就上床底我周床我一瞅，哎呀，搁那个盆里头全泡上了，20、30个碗泡没洗，也没洗，对，也没洗。你说懒得什么程度？一起刷那不方便吗？行，一起刷方便，你慢慢你把那碗都吃没，你还使锅吃，你使手刷呀？你要是早点告诉我回来，我不就提前都刷了吗？你就看不着了。我不没想提前给你打电话吗？你们的婚姻等于分了前后2半部到现在，上半部叫这个。一个少爷的传奇生活吃喝玩乐不管媳妇儿和孩子。下半部分叫一个女奴的觉醒就1年多你发现这样不对了，你开始让你先生做这些事儿，带孩子，你出去开始想要奋斗了，是吧？你还想过吗？想。真想过啊？想，还想改，就现在已经迷茫了，就是不知道以后就怎么整。迷茫啥呀？现在就是有那个，就像他说的那种，他以前怎么使唤我，我现在怎么使唤他，但是我感觉这种方法就是不对呗，想要改。你还想过吗？其实我也没想说是跟他离婚，说想要离婚，现在有孩子了，为了孩子这么大了，好吧，好歹人家说了嘛，还想改变嘛，那可能是这段关系当中唯一有希望的东西了。老师们会如何去帮助他们抓住这个希望，或者告诉他们其他的路径呢？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来，博红兄你一个30多岁的男人，已经当了爹，还这么每天在外面玩，这个确实你的家庭责任、父亲的担当少了一点。但是我听下来，你刚才也说希望他做出改变，你认为你需要做出改变吗？需要。
你原来是一个家庭的干活的能手，现在自己变成了一个千金小姐。你自己也说，这就是一种报复。很显然，你们2个人心中都积淀着怨气。你赌气了，摔手了；他也赌气，他也摔手。孩子怎么办？家庭怎么办？所以你们都要放下自己，从怨气当中走出来，都要换位思考，多想想对方的好，这个问题就解决很多了，明白吗？好，谢谢波鸿兄啊，来宇东，2个人都在口口声声说孩子啊，看在孩子的份儿上，2个人其实刚才都说了，代表说其实对面的这个人对你来说已经没有太多的吸引力了。你们现在还站在一起，甚至还睡在一起的原因就是还有一个小朋友，对不对？全靠他维系。我说点不太一样的观点啊。我们中国人常说我们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，给他一个父爱、完整的母爱。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在一个天天冷战、天天见不到爸爸或者是妈妈的一个家庭环境里，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孩子，他长大之后会是什么样呢？他对未来、对自己的婚姻、对于未来自己的另一半都没有信心。这对于我的意思就是，在这样一个家庭不完整、非常残缺的家庭成长起来的小朋友，长大之后，他的价值观、世界观、爱情观是残缺的，你们等于是在戕害他。2个人也就没有感觉了，你们的人生还有大把的精力可以去走。所谓的孩子为他负责任，其实你们在害他，这是我的一个观点。反过来，我想说一下妹子啊，我觉得你之前报复之前的这段所有的苦楚的原因根源，你有没有想过？根源是你们之间的关系不对等。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鄙视，因为你不赚钱，这是一切的根源。在他的内心，你吃我的，你喝我的，那你替我照顾小朋友怎么了？你应该的，你替我打扫房间应该的。所以你要想解决你们之间的问题，先不管他，你只看自己就好了。找一份稳定的收入，或者是想办法找一个能够支撑你经济来源的营生。对，关键是你要有自己要有底气。所以妹子，收起眼泪，忘掉报复，把所有的精力放在自己的身上，放在自强自立，放在孩子的身上，好吗？好，加油啊！好，谢谢宇东啊。来，郭老师啊，你整个上场之后，你脸上的表情几乎只有一种，就是尴尬。你脸上一直在皮笑肉不笑。按说你已经报复成功了，他已经变成了你想要的那个样子，可以整天在家带孩子，可以妥协。那为什么你还不快乐呢？因为其实你内心也不想这样对的，对吧？对。按道理来说，如果你整个的生活和整个1年的行为就是为了报复，你已然成功了。但这不是你想要的结果，倒相反，你成功了之后，你倒变得更加尴尬。而男生脸上的表情就是一种迷茫，他搞不清楚状况，怎么这个女人突然之间变成这样？她以前可不是这样。其实你们的2个这个行为都表明你们爱着对方。如果男生不爱你，他不会有这样的改变，更不可能持续1年。你要报复我吗？那索性就离婚了，反正你说我不负责任，我索性破罐子破摔。但他持续了1年，他忍受了，说明他爱你。你已经报复成功却不快乐，说明你也爱他，你也不想这样对待他。要想让自己的男人进入角色，学会承担，忍耐是不可以的，报复也是不可以的。我相信你的这个报复方式一定有很多你的闺蜜和朋友教你的，他们喜欢玩吗？让他尝试尝试在家带孩子的滋味儿。我们自己出去潇洒，可能很多女人聚在一块就会出这样的馊主意吧。对。但是这种方式你可以用1个星期，甚至1个月，其作用就是让他感受一下你们在家里的不容易，但不可能持续1年。持续1年。到最后不是把他玩死了，是把自己玩死了。
但是还好，就像我所说的，你们还有爱。否则的话，你不可能报复完了之后，你始终还没有一丝快感。因为夫妻之间不是双输就是双赢。你以为把对方踩在脚底下的时候，你快乐吗？你不会快乐的，你得不到预期的快感。所以我觉得时至今日，孩子已经10岁了，因为彼此之间还有疼爱的存在，而丈夫现在已经有进入了一半的角色，请你不要跳戏，回归到你的角色上来，两个人合理分工在家庭生活当中的付出和彼此之间的合作，找到一种夫妻10年之后的默契感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涂老师啊。哎呀，自己考虑吧，还想在一起就好好在一起，这事儿就过了，真过了啊！你也过了，真过了啊！就好好在一起。你们要真过不去，就别了，因为过不去的未来就是互相的折磨。好了，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，真情60秒。媳妇儿，我以前做的确实是不对，但是我以后一定会改。但是也希望，以后你也能改一改你自己的脾气，然后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。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吧，各自该放一放了，不能再继续玩下去了。希望你给我一次机会。这个我再好好考虑考虑吧。好，请亮灯吧啊！谢谢两位的分享，谢谢啊，请回。他们之间的这段10年的婚姻，血淋淋的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：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。女生其实过去是在婚姻当中的一个，我们不能说她是一个受害者，我们只能说她曾经是一段婚姻当中的一个弱势啊。当她想变强的时候，选错了方式，其实就是用男生曾经犯过的一切错误，把自己给惩罚了。她开始延续她过去的路。好了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请拿起你的手机，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，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，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，边看边聊。直播过后，也可以通过天津 IPTV 网络电视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。欢迎大家登录优酷网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、爱奇艺、乐视视频、PPTV 剧力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。这对夫妻会作何选择呢？请开门。说爱我，在我的耳边对我说，我已经真的太久忘了这种心动。选择出来就把过去都忘了吧，啊！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话筒，有请啊。叔叔拿戒指。好，谢谢。来，在爱里等着你，被你疼惜有种暖意，在梦里全是你。来亮灯吧，啊！谢谢啊，请回啊，谢谢。